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先跟大家知会一声，这礼拜六会上传会员影片，而且一次上传2支。这次的内容是我们有史以来耗费最多心力的一次，同一个故事分成2个截然不同的视角进行描述，大概也是我配音时最入戏、最烧瞎的一次了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会员频道哦。前阵子和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无意间聊到了小时候所看过的东西，像是梦游先生、养游戏、祖玛、敲鞋跟等等，或是动画类的企鹅家族、胆小狗英雄等等。但在谈论当中，我们渐渐发现，以前因为还小，所以只是单纯觉得有趣罢了。但现在长大了，回头看看某些作品，总能发现一些令人细思极恐、不寒而栗的隐藏含义。大家好，我是西哥，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毛骨悚然的疗愈动画《夏美的一步》。下面的一部是一支2003年出品的 Flash 短片动画，由动画师竹原実独立制作，获得了当年度的 Flash 动画冠军。其轻快美妙的音乐搭配上可爱的画风，让这支动画获得了不少好评。但在继续聊这支动画之前，先让各位从头到尾完整的把动画看完一遍吧。如何？无论是配乐还是画面，看起来是一部非常可爱的动画吧。而从故事剧情上来看，可以简单猜测出，这名叫做安堂夏美的少女，似乎与其男友争吵后，悲伤难过的来到某个神奇的地方，在旅途中被这里的居民所欢迎。他们一同玩乐后，夏美慢慢治愈心理创伤，最后将2人的定情信物丢向海洋，下定决心斩断2人的爱情，重新走回人生轨道。可是，这真的就是故事的全貌了吗？让我们把画面倒转回到最开头，西哥一步步带你们揭开动画的黑暗真相。首先，开场的时候，猫司机驾驶着鱼骨车出场，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路标，上面的字如果仔细看，能发现这很像中文字的死字。紧接着在回忆画面中，可以看到夏美在与前男友吵架以及伤心离去的部分。从回忆中归来后，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后面有一颗蓝色的星球，以及右下方的路标牌。由于此画面被砍断，我们只能看到前3个文字，但依旧能辨认出这3个文字为 E、A、R。 而依据这张路标牌的大小，我们可以大概推估后面还有2个空缺的文字。
配上后面那颗蓝星，不难猜出这个单字是 EARTH Earth 地球，因此也代表女孩坐上了鱼骨车离开了地球。而依照整体动画的主色调变化，我们可以猜出现在的时间为白天，但配上空中高挂的月亮与星星，就会发现这里的时间与我们所认知的有所不同。当夏美来到某个地方时，猫咪居民们纷纷出来迎接她，这时可以看到他们手中都拿着奇怪的小旗子，这就好像我们能在很多电影里看到有人大船靠岸时，会有很多人挥舞着国旗来表示欢迎的意味。基于作者为日本人，因此拿的旗子也就是日本国旗，但正常来说，日本国旗是白底红球，在这里却变成了黑白的颜色，可以大概猜测出这其实是在迎接死人的意思。动画继续往下播放，在这里的左上角有着一串日文与数字，翻译过来为安堂夏美于7月20日晚上11点36分抵达。结合前面的线索，我们也可以将这里解为安堂夏美于7月20日晚上11点36分死亡。之后到了这幕，夏美对于坐在爱心下的2只猫咪露出了抵达这世界后唯一一次类似于悲伤的表情，代表眼前的这一幕给她的内心带来许多感触，也反向证明了前面回忆画面里的人就是她的前男友。下一个回忆画面则是夏美一个人难过的站在月台上等待火车的到来。此时注意看在夏美旁边的时钟，如果将画面放大，就可以发现此时此刻的时间为晚上11点36分左右，而这也是夏美抵达那个世界的时间。接下来的线索较为破碎，大家要仔细看好了。电车之后，夏美从悲伤的表情瞬间转为快乐的表情，意思为解脱之后的快乐。前面那个夏美与小动物一起向前跳的动作，则暗示了夏美是因为做了向前跳的动作才抵达了这里。到这里就可以猜出夏美其实是跳轨身亡，11点36分是她的死亡时间。后面的画面如果慢放，可以看到逐渐变成黑色背景的夏美被3个画面所切割，而这正代表夏美跳轨后被火车撞得支离破碎，身体裂成了3块。而后的画面则是粉色樱花飘散在空中。常常看影视作品的人应该都看过以红色为题来暗示血迹的做法，像是要听神明的话里的红色珠子，或是张悬歌曲玫瑰色的你的 MV 里那些铺洒在人们身上的玫瑰花瓣。在这部动画里，作者使用同样的手法来暗示夏美血迹四溅的模样。而刚才那位猫司机在发现夏美偷偷下车之后，怒气冲冲地跑回来找夏美。如果大家眼睛够快，可以看到猫司机跳起来这一幕，身后有一把大大的镰刀，也象征着可爱的猫司机其实是死神，亦或是冥界渡河人的角色。在这之后，夏美与动物们挥手道别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2个路牌，上面的是 1059， 下面的这是 G59。 看上去毫无逻辑，但如果用日文来发这2组文字的音，会变成 1059 G59， 而它们的谐音听起来就像是日文的天国与地獄，也就是天国跟地狱的意思。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动物们所在的地方为天国，而夏美要前往的地方则是地狱。最后夏美丢到信物和司机猫转身回头时，可以看到后面一座大门，上面画着2把交叉镰刀，上面则坐着一个双眼泛红的猫，手捂着嘴偷笑。而身后的场景也都以尖刺、枯枝、乌云作为背景，这都暗示了那里就是所谓的地狱。或许有人会反驳，这只是作者绘画事物的手法，但从前面的作画来看，天国与地狱的场景有着明显的区别。而且你没有注意到这几棵树木上面带着诡异的红色圆点吗？这些树木其实在前面就有出现，当动物们和夏美打招呼时，远方的背景正是这些奇怪的树木。分析完线索后，我们才终于发现这并不是什么疗愈的动画短片，而是一个讲述死亡的故事。夏美与前男友吵架之后，伤心地跳轨自杀，然后被死神引渡到地狱。但是为什么要下地狱呢？这就得从另一支影片里寻找线索了。在夏美的一步之后，
作者又丢出了一个几秒钟的小动画。从画面里可以看到夏美难过的看着前方，眼泪逐渐夺眶而出，最后低头闭上眼睛。动画到这里看似结束，但有趣的事情来了。这支影片是以 Adobe Flash 制作完成，这个软体在输出动画、设定画面尺寸时，和一般的剪辑软体有点不同。一般来说，如果物件超出影片画面，输出之后这些物件都会不见，这是完全遵照画面所拥有的东西呈现。但这情况若发生在 Flash， 这些物件都会被算进去影片里。播放该动画时，虽然一开始依然呈现设定尺寸，但只要将画面拉大，就能看到被额外算出来的物件。于是乎，我们便看到了原本楚楚可怜的夏美，手上其实拿着一根撬棍，双脚也呈现虚幻模糊的状态。撬棍是她的作案工具，双脚的异状则代表她已死亡。这还不是最后，有用过 Flash 的人都知道，在画面上点击右键会出现一个播放的选项，按下去之后，动画才会继续往下跑，而这才是最后的真相。一脸阴沉的夏美举起了手中的撬棍，准备杀死她眼前的人。这才是夏美进入地狱的原因，她杀死了自己的男友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，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关于影片内容的看法。喜欢的人也可以投个超级感谢，那对我来说会是很大的鼓励哦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我是西哥，我们下次见。